那 M1B 是从月增率2点多到3点多也上来，那外销订单跟出口已经是它衰退的百分比越来越小，对，也开始要稍微转正，所以这5项指标里面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到明年3月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来宾是资深分析师杜金龙老师，他要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选前的行情，还有帮我们分析一下明年2024年一个大概的投资概况。欢迎杜金龙老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还有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呢，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那个节目呢抖内的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谢谢大家。老师，我想现在大家最关心就是选举前，大家都认为第一个是说外资虽然准备要放假，但是有内资要做账。那第二个是说财报空窗期，这段时间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财报公布，所以也没有什么地雷会发生。第三个，选举前通常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这样想嘛，执政党他手握一些政策的工具，所以他比较容易营造这个让大家觉得对经济比较有信心的这个样子。那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表示说在选举前这个行情就比较没有什么看坏的理由？那我不晓得从您技术分析这边来看是怎么样的？一般来讲从民国85年我们前面有7次总统选举行情嘛，对，那我们大概也会从总体经济来看一下，因为你会看到这个主计总处的 GDP 是今年的4Q 最高，明年的1Q 更高嘛，所以这个基本面也有再来就是刚才主持人有讲外资嘛，它本来1到10月份是卖超1400多亿，11月份大买2400多亿嘛，那今年它大概只买了900多亿嘛，跟以前大概还稍微有一个落差那再来就是我大概在年底的时候，我最喜欢规划股市嘛，所以我们从价量时间跟大家推一下我们明年股市我个人的一个看法。那现在您最熟悉的是技术分析这一方面，那要不要先从这一方面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第4季或者是明年整年的情况？我们剩下不到1个月嘛，那今年我们是年初最低嘛，到7月30号所谓的17463有休息了3个月，小跌大概1400多点，那可是我们11月份大涨 9% 左右其实也不多啦，因为全世界都涨 9%， 尤其最可怕的是汇办涨 15% 到 16%。那我们台股目前就是总统选举行情已经开始涨了1个多月了，1个多月，而且涨 9.64%， 9.64%，对，涨了1540点所以我们大概在估的时候4Q 理论上大概会收到总统选举的前面的净高点这是我们大概今年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还会规划明年的一个走势图我目前认为我们这波总统选举行情从10月15975开始拉到现在已经过了我们的7月31号的高点17463那完以后到1月13号前面的1-2个礼拜就是波段的一个高点那明年大概在年初相对的高点完以后1Q 稍微休息，那2、3Q 逐季走高所以明年我现在规划一个盘势就是 ST 的 T 啦T 支线开高，小幅拉回收到我们的一个高点这是明年我们对整个股市的看法。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从技术分析的图卡来看一下，就说我们讲说用技术分析的波浪理论5波，从去年的10月12629这个叫初升段涨了2522点嘛对，那第二波单波回档回到1300多点然后完以后开始走主升段，走了3400多点那这主升段比初升段那好。那再来第4波做 ABC 就说我们8、9、10 3个月回档嘛，回档了1487点，完以后这一波从10月30号的15975开始起涨这个叫总统选举行情。那我们在录影的时间已经突破17543那你突破17543完以后，我们这个叫做第5波。那第5波初升段涨了2522点，你把它加上去，这个按照波浪理论里面大概有到18498，那它到底要涨多少，就看整个
大环境。所以就是说您是用前面的这一段的测量行情在估这个大概最乐观是到18498。对，没有错，就是这样估啊。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台湾62年来，我们的11月、12月、1月份都会很容易涨。美国126年也是一样，大家记得11月份我们涨了将近9%嘛。好，那12月份就因为你基期比较高嘛，相对就会有一点压力。可是我们因为有总统选举行情，我们认为在明年的1月13号都是还在这个总统选举，也是第5波的行情。老师，我有一个小疑问哦，刚刚您讲说，如果说这个最乐观到18498，那您又说在选举1月13号，明年1月13号之前2个礼拜可能就会到一个高点。对，那是不是我们表示说，我们今年底到12月1月初就可能要调节吗？我们从波浪理论，就说你如果5波段走完，那一般来讲涨多休息是必然的道理。就像我们现在不是涨多休息，为了走更多嘛。那我们假设如果我所规划真的涨到相对这个高点嘛，那到今年底或明年初嘛，那完又选完总统，这个做适当的休息嘛。所以没有错，就是说在这个相对高点，我个人会把我们这一波做小幅的一个指引保泰，完以后在明年3月份跨入另外一个多头市场，大概比较长期的一个持有，再重新再挑一些更多股票这样。对，没有错。那老师，你最擅长这个技术分析，还有您半年前上节目您讲过什么要看5个讯号，包括你会看景气对策啊，这个 GDP 等等嘛，这5个。那我不晓得您现在怎么看？一般来讲，我们大盘要涨，一定要有基资弹。那我们这一次你会发觉到，我们大盘涨了将近5000点嘛。那我们大概经常看的，主持人有讲我们会看5项指标今年涨了23%嘛，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以前多头都是23、22、23嘛，去年跌了22%嘛，我们这个23负23就是现在最有名的统计误差正3%负3%，我们开玩笑有没有？这几年那在其实都是22、28我们现在，所以我们会是为什么说我们如果再涨上去，相对一个波段高点我稍微会指引保泰我们看一下主计总处在上个礼拜公布的他把我们的 GDP 下降，可是明年的 GDP 是往上提高那这里面的话，它是我们的今年4Q 很高嘛有没有？前总统的话 5.22 GDP 嘛那明年的1Q 5.4嘛，最高完以后明年逐季下跌到 0.7 这个下降。那明年它这个 GDP 调到 3.35 的话，你会看到它的出口成长率今年负的，明年只有个位数的成长，所以它已经在透露这个东西了，就是说明年我们的整个出口虽然比今年来得好，可是也不是2位数的成长明年的 GDP 成长的话，它是公共投资成长 9% 左右，是非常高，因为公共投资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所以有一类股叫做公共工程概念因为他认为我的出口不是很佳，我用在公共工程可是公共工程我们也经常知道有编预算不一定会执行，这是明年明年的台币它也是看贬这个主计处估的 GDP 你看到它是今年的4Q 最高，明年的1Q 更高嘛，选完总统完以后就慢慢降那这个是因为基期比较关系的所以为什么会规划明年开高走低，2、3季逐季走高所以很多的法人机构在估明年的走势图大概都会稍微参考这个。那第二项我们看到景气对策信号，我们上次来这个节目也有讲我们台湾这个景气对策信号只要出现一个蓝灯，它大概会有10个蓝我们真的10蓝完以后9月份是黄蓝灯，可是10月份又变成蓝灯嘛，可是那一次宣布蓝灯完以后，因为它是出口小幅衰退，所以我们的财政部长马上说我们11、12出口会成长，所以又会转为黄蓝灯。那我估计是说到明年3月份它大概会在黄蓝灯这边在低档整理所以我们10蓝完以后，我们现在已经要脱离蓝灯的灯号。那我们看到第3个就是跟我们股票市场息息有相关的，就是我们的 M1A 增率，因为这个代表我们的成交量。我们以前大概空头市场都会负的吧，我们这一次从9月份的 2.7 现在10月份到 3. 多了，已经有增加，我们最近成交量都2800亿，而有3000亿以上，所以我们这个资金面已经算不错。那这个第3项指标，我们的 M1B 已经从谷底开始翻身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外销订单出口了他们大概出口连14黑嘛在明年会稍微小幅成长嘛所以我们大概5项总体指标里面，我们做一个总结啦。 GDP 已经连续2季负的要回升上来那景气对这信号是在蓝灯黄蓝灯这边谷底
爬升。那 M1B 是从月增率2点多到3点多也上来，那外销订单跟出口已经是它衰退的百分比越来越小，对，也开始要稍微转正。所以这5项指标里面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大概到明年3月份，我们这些总体指标就会从谷底开始走升上来。那股票市场大概在明年3月份，我自己规划叫第8大循环的开始。所以5个指标跟那个技术分析，其实大概都是在明年3月，所以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大循环。对，那另外我们还要提的一个东西，短期啦，外资为什么买了2400多亿？你看到我们从这边贬值到32点多嘛，11月份台币升值了 3.55， 是亚币最强的。你会看到我们每次台币贬值，股市就会跌嘛。理论上在年底的话，我们台币易升难贬，只要美元10年期公债走跌，美元指数下跌，亚币都会升值。那升值完以后，外资理论上今年只买了台股还不到1000亿，是理论上它应该钱会再汇进来。那再来我们的这一次最主要市场面的话，最主要是外资买超。另外外资这几年卖了大概 2.2 兆，尤其去年卖了 1.2 兆，那今年本来是1到10月份卖1400多亿嘛。为什么台股还会涨？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 ETF， 我们的投信持股现在已经有6兆左右， ETF 每年大概有增加6000亿，所以外资在卖台股的时候，我们 ETF 支撑，所以把外资的卖超把它抵掉，因为我们现在每个 ETF 有都是2-3千亿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卡最明显这个外资你看一下这3年它卖了4000多亿、5000多亿，那今年本来前10个月份卖了1400多亿，11月份买了2400多亿嘛。那晚又现在就买了将近1000亿，那它本来期货放空嘛，现在做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总统选举行情的时候，美元指数下跌，那台币升值的话，外资以前大概会买2000多亿的，那在11月份到明年初的话，这个外资持续的汇进来，那它汇进来一定大概都是买这个所谓的台积电还有全指股，像说11月份他买第1名的话是买中信金，第2名是买联电，第5名是买台积电，还有买很多的金融股。所以来讲，外资就是我们目前伴领我们这个所谓第5波行情，还有我们的总统选举行情的一个买盘。那我们11月14号不是公布财报嘛？财报完以后，大家就会转到明年的展望，还有后年。因为3Q 已经出来，所以来讲的话，我们今年大盘会涨20几%，是因为预估明年上市公司获利成长17%。去年大盘会跌6000点，是因为今年上市公司获利会衰退24%左右。那明年我把这个114人上市公司的获利我把它加总，目前这边大概300多家200多家啦，后年大概有110几家，后年大概只成长4%左右。那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上市公司的获利在明年会大幅成长，可是后年成长的幅度不是缩小了，所以股票是领先在它前面。所以今年很多人说奇怪，上市公司的获利衰退，为什么今年大盘涨那么多？有没有？因为预期明年会成长17%，可是我们夸到下个月完以后，我们就会估2024嘛，因为你2025的行情才会来支持你2024的走势图嘛。那这样的话，我们刚才为什么会估我们的股票市场是一个 T 字线就是说因为你最乐观的话，搞不好是在明年的1Q 或是明年的3Q， 大家都说已经脱离谷底了嘛，可是股市已经先涨一大段，那我再看后年的话，你成长幅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从这个 EPS 给大家一个佐证就说今年为什么强劲，因为明年大幅成长。那明年为什么会开高在高档震荡，因为后年上市公司的成长幅度没有那么高。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本益比我们去年非常好，因为去年的本益比是9倍到13倍，所以那时候台积电不是我姐定存买台积电嘛，因为台积电那时候跌到400块，它的本益比9倍。那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因为我们10月份大涨嘛，所以现在是 19.7， 已经大概20倍。那我们今年大概15倍到20倍嘛。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连 K 线，台股就是很奇怪了民国79年、89年、110年，那去年不是跌嘛，有没有？今年涨，那明年应该也会在小涨这附近。所以来
讲的话，我们按照这个本益比，如果说你大盘再涨上去完以后，你应该现在是在20倍的本益比相对一个高峰期。对。所以老师，我可以汇整一下，就是说，这一波选举行情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那你不管从经济面或技术面，大概就是在明年第一季会是一个指数的一个高点，然后接下来可能到3月左右又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循环又开始上去，所以明年是一个温和，即使是第一季末或第二季初，它即使到底上去，它可能也是一个温和的成长型嘛。对，没有错。那老师，其实我还是要最后要请教您一下，就是说在选股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我们明年上市公司的获利大概会成长 17% 嘛，那 17% 我就去把这个33大类股把它做才我检查一下，成长最多的就是半导体再来就是电脑周边设备再来零组件再来网通，这几大类，那这几大类都是跟 AI 有关。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幅成长就塑化，因为塑化今年基期低嘛，基期低，所以明年成长幅度比较高。那另外因为我们的电子股涨那么多，所以现在他们选什么意思啊？基期低的类股，所谓低的类股，就像说塑化、水泥、钢铁那这个东西是它明年税后盈余没有大幅成长，可是他们的好处是怎样？在今年大盘涨了 23%， 他们其实相对的那个类股的涨幅就比较低所以大概有人提这个了那相对，可是我个人认为啦，我还是认为 AI 因为 AI 我们讲说辉达、富邦证券写研究报告，今年的 EPS 是12块美元，明年多少你知道？22块美元，大幅成长。那我们的广达也是一样今年大概差不多11块左右，明年13块，后年多少 EPS？ 凯基写研究报告17块，也是从11块大幅成长到17块。我们讲嘛，说明年大盘大概涨 17%， 后年大盘只涨 5% 嘛。可是你 AI 的类股有没有获利爆发性是在明年，后年它已经成长幅度没有那么高嘛就像说辉达今年12块到22再23，成长幅度就没有那么大这是我们在 AI 里面，我个人在选股的话也是以它为主，还是 AI 还是当做一个主轴，比较积极性的。那些低基期的其实就是不要放太重比重，因为它的成长性还是有差。对，所以像我持股里面我是 AI 为中心的那我还有摆一部分在金融。对，但是 AI 的类股还是比较属于您的口袋名单的重点。对，没有错。好，那我们今天谢谢杜金龙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您支持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那也欢迎收看我们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老师。